觉醒了史上最垃圾的 F 级异能心想事成，只要心中所想之事皆可以化为现实。可遗憾的是，触发概率只有0.1%。面对这废物的天赋，你只能在心中暗自吐槽，却不曾想意外的触发了那0.1%的概率，异能触发率竟提升到了惊人的99.9%。之前的 F 级异能心想事成也晋升为了 EX 级的真理之言，只要自己说过的话都将变成现实，但这需要一定的合理性。见此，你心中狂喜，这不就是言出法随的异能吗？只是在心中吐槽这异能级别要是变高的话会怎样？没想到异能就产生了变异。想到这里，你决定出门找个地方好好测试一番。怎料你前脚刚离开酒店，一个黄毛就带着一群小弟出现在了你身后。王少真巧啊，不会是因为觉醒了最垃圾的 F 级异能来酒店寻求女人安慰吧？你微微愣神片刻后冷笑出声，这不正是测试异能的好机会吗？因为是穿越者的缘故，你从原生记忆中得知对方是宋家二小姐的狗腿子宋包蛋。见状，你微微开口，不过是一个狗腿子罢了，真以为觉醒了 A 级异能就能摆脱自己狗的身份？王腾，你真以为自己还是从前那个呼风唤雨的王家大少爷吗？如今我觉醒了 A 级异能，你这个废物 F 级根本不配和我家二小姐有婚约。闻言，你一脸不屑的开口，一直废话叨叨什么呢？小心咬到舌头。宋宝蛋当即就怒了，似乎是对你那副丝毫不害怕的模样很是不满。你个废！宋宝蛋话没说完，嘴里传来一阵猩红的甜意，堵住了他接下来的话，疼得他哇哇乱叫。他哇哇开口，内心却是有些疑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还真咬到舌头啊！这时一旁的小弟赶忙跳了出来，老大，我的异能是 B 级治疗术，我给你止血。看着宋宝蛋和一群狗腿子们乐呵的表演，你就觉得很搞笑，这异能说不定还真能被自己玩出花来。解决完舌头风波后，宋宝蛋再次来到了你面前，他打算狠狠地教训一下你。王腾，你不是想看我的异能吗？我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极异能巨人化的厉害。说罢，就见宋宝蛋身形开始不断暴涨，整个人犹如膨胀了一般，由最初的约莫1.8米直接化身为了快3米的巨人。可你见到这一幕却是笑出了声，因为宋宝蛋整个身子虽说变得巨大，而头却是一点没变，显得十分滑稽。宋宝蛋见状，心中顿时怒火滔天，下一秒就朝着你挥拳发动攻击。你看着这鱼脑袋大小的手掌向自己袭来，脸色依旧平静。这么急着运动，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当心胳膊被闪到骨折了。宋宝蛋不但没有停下，反而更加的用力。你以为我是傻子吗？可是话音刚落，他就感觉自己的胳膊突然一顿，在即将接触到你的脸时停了下来，紧接着便是一阵惨叫声。宋宝蛋脸上满是痛苦和不解，竟然真的骨折了。他心中忽然升起一丝淡淡的恐惧，但很快便摇了摇头，一定是因为刚变身还没有完全适应身体。你则是一副人畜无害的摆手，看吧，我就说嘛，这下骨折了，想必一时半会也治疗不好了。宋宝蛋顿时怒火中烧，抬起双脚就要一脚踩死你。你个废物，我杀了你！哟呵，还不长教训呢，当心腿也留下个终身残疾啊！下一秒，宋宝蛋一下子跌倒在地，感受着腿部传来的巨大撕扯感，哪怕是傻子也知道不对劲了。他瞳孔发红，看向你，像是恨不得要杀了你一般。你这个废物对我做了什么？怪我了，我都好心提醒你了，是你自己不信啊！你待会会不会控制不住力度，一个不小心将自己变小了？闻言，宋宝蛋心头立刻传来一股不妙的感觉。下一秒，他的思绪突然一滞，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在恢复到正常后，不仅没有停下来，而且还在急速变小。慌乱与恐惧彻底布满了他的全身，他连忙抬头看向你，却不曾想你此刻早已经溜之大吉。毕竟那个不久前在酒店杀死自己的凶手可还在家里呢。我的好表弟王志平，原来此前的你早已被王志平和一个女人暗杀死在了酒店内。因为王志平身为 S 级异能觉醒者，自然是看不惯下一任未来家主是一个 F 级的废人，于是便萌生了杀掉你的歪心思。于是自王腾死后，身为穿越者的你就继承了他的一切，并且还意外的让异能变异了。不多时，你回到了这个记忆中的家里，这就是原身住的地方。他好像还有一个小侍女来着。你刚准备推门而入，忽然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哐当的声音，而门后却是做好了暗杀准备的小侍女。因为不久前的冷清秋震惊的发现她竟然重生了。重生前她为蓝星最强女帝，无人能将其左右。现如今重新成为你的小侍女，她不仅没有一丝反感，反而因为惊喜身体微微颤抖着。因为她重生之后竟觉醒了系统，而系统给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她杀死你。任务奖励则是前世只听到过的杀神格碎片，但是系统告诉她不能动用异能与实力。不过无妨，身为未来的女帝，要是连一个小小的纨绔少爷都杀不掉，那还重生回来干嘛？而门外的你听到动静后思索了片刻，最终还是决定稳重一些。身为穿越者，理应得到命运的眷顾，遇到任何危险最后都能化险为夷，这很合理。刚一推开门，你就看到了被光线刺得睁不开眼的冷清秋。回过神来的冷清秋看着那双眼睛，肆无忌惮地在自己身上扫来扫去，顿时感觉身体一阵不适。他慢慢地低下头，以此来掩盖眼眸的冷意。少爷，该更衣了。你随意地扫了眼房间，便坐在了床边。好，清秋，你去把我的衣服拿过来吧。冷清秋没有多想，而是径直走向了衣柜，眼里闪过一丝歉意，只是一瞬便迅速收敛起来。一个纨绔少爷罢了，根本不值得我惋惜。冷清秋面色平静，开始伸手往衣柜里摸着什么。下一刻，冰凉的触感袭来，他嘴角微微一勾，接着便用你的衣物将其藏在下面。王腾，是时候送你上路。怎料下一秒，一阵摇晃声传来，冷清秋这才发现自己竟然被卡在了柜子里。你闻声而来，竟发现自己那小侍女竟然不见了。冷清秋一时竟出不来，只能低声求助。那个，我好像被卡住了。但一想到在外面有个好色之徒正盯着
自己的屁股，看他就一阵的羞耻，不一会满脸就涨得通红。你仔细的盯着那扭来扭去的蜜臀，又看了眼狭小的衣柜，这才恍然大悟，眼里露出些许歉意。青秋啊，你这蜜桃臀怎么练的？啥时候也教教我呗？冷青秋听到你说的话，身子猛地一抖，气得直接撞到了脑袋。你看你这孩子，着急什么？让本少爷来救你出来不就好了？你突然猛地一用力，冷青秋顿时感觉自己身体开始往后倒，瞬间便脱离了柜子。由于太过用力，你开始不受控制的往后倒。青秋小心，别倒在我下面啊！冷青秋心中则是暗自得意，甚至偷偷动用了一丝武力，重重的压向你。压死你这色狼！本女帝怎么可能会被你压在下面？可刚一想完，他就感觉自己的脚忽然扭了一下，随后身体便以一种极其怪异的姿势迅速倒下，直接率先越过你身体，刚好倒在你的身后。冷青秋心中还没来得及震惊，身子便重重的倒在了地上。骗人的吧？然而这还没完，你也紧接着压在了他的身上，感受着肚子被你的屁股重重的压着，他眼里的杀意再也抑制不住了，甚至快要实质化。突然哐当一声，将两人的心思瞬间拉回。冷青秋顿时脸色一变，眼光余角看去，恰好看到那匕首在熠熠泛着光。他看着你阴暗不定的表情，冷青秋心脏微微跳动，手里则是暗暗积蓄起力量，死死地盯着你的一举一动，甚至连你此刻还压在他肚子上也自动忽略了。你缓缓起身，捡起了那枚匕首，指尖轻轻摩挲着那锋利的刀身，颇为满意。青秋啊，不愧是我的好侍女啊！冷青秋缓缓站起身来，眼里闪着一丝危险的光芒，随即他便看到你走到桌边，拿了一个桃子开始削了起来。刚说起蜜桃来，还真有些馋。青秋你要吃不？你一边吃着一边拿着锋利的匕首，不知是真傻还是假傻，一脸真诚地看着冷青秋。冷青秋的身子逐渐放松，尴尬地笑了两声。我不吃了，少爷，你喜欢就好。你淡淡地享受着这个世界的水蜜桃，津津有味地说道。够甜，够润，不知是有意无意。你说这话时正紧紧地盯着他看。冷青秋顿时只觉一阵羞耻，这时你再度开口，青秋，听说你也觉醒了异能，怎么样？身为本少爷的侍女，至少也得是个 SSS 级吧？冷青秋有些无语，什么身为你的侍女？这家伙还真是臭不要脸，明明自己觉醒了最废物的 F 级异能，还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真是让人火大。不过本女帝确实觉醒了 SSS 级异能，一想到这里，他就想要狠狠地打击一下。回少爷，青秋确实觉醒了 SSS 异能。说完后，他甚至已经看到了你那目瞪口呆的表情，可谁知你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SSS 级还不错，至少没有丢了本少爷的面子。我可不想以后被人说本少爷的侍女只是一个花瓶。看着你头头是道的说着，冷青秋就气得一阵牙痒痒。你一个 F 级的废物还挑上有一个 SSS 级的侍女，你不应该偷着乐吗？不应该脸上沾光吗？饶是有着前世女帝般的阅历，他也从没见过像你如此奇葩的人。最终他将这些都认定为你这家伙肯定是在强撑死要面子。这时你再次开口，什么类型的异能啊？厉害吗？回少爷，是冰元素异能，绝对零度，马马虎虎吧。虽说不能与本少爷相比，但是也勉强有资格做我的小侍女了。冷青秋对于你的吹牛已经麻木了，他现在只想看到你在众人面前露出那 F 级异能时脸上的精彩表情，是否还会如现在这般云淡风轻？毕竟可是王家家主的儿子，未来的王家继承人。一想到你这家伙吃瘪的模样，他的脸上就不自觉勾起一抹浅笑。青秋愣着傻笑干嘛？还不快过来给本公子更衣！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声音：少爷，家主喊你过去。你看了眼还在愣神的冷青秋，还不赶快为我更衣？我爹还在等我呢。不多时，你们二人很快便来到了王家家主的门前。一上来，你那便宜老爹便语气颇深沉地对着你说道：爹知道你心里面难受，爹也清楚 F 级异能意味着什么。不过腾儿你放心，爹不会因为你觉醒了 F 级异能就放弃你的，你完全不用担心我会因此而看不起你的。爹不是那种人。你缓缓开口想要说些什么，王正却摆摆手，一副什么都明白的样子。腾儿你不用说了，你放心，我已经为你准备了10万颗极品气血丹，就算是 F 级又如何？不就是武者吗？堆也给你堆上去。闻言你有些汗颜，10万枚气血丹还都是极品，不愧是爹就是宠我呀。这时你忽然凑到王正耳边小声道：爹，其实孩儿也没你想的那么不堪，其实孩儿除了觉醒了 F 级异能，还觉醒了荒古圣体。什么荒古圣体？王正忽然惊呼，引得一旁一直站在旁边的冷青秋心念一动，他脸上没有一丝波动，但是内心却是已经掀起了一片惊涛骇浪。怎么可能？这大坏蛋怎么可能会觉醒上古圣体？他可是记得上一世你很快就死了，如果真的有上古圣体的话，那么不应该籍籍无名才对，因为他就是凭借着极寒圣体才成为了蓝星最强的女帝啊。说完，你似是为了证明他刚刚说的话是真的，又现场向王正索要了那10万颗气血丹。你接过后，往里面拿出一枚气血丹，二话不说便放入了嘴里。王正满脸焦急，腾儿，万万不可，快吐出来！吞服气血丹时必须同时运行心法，更何况还是极品气血丹，你会爆体而亡的。冷青秋则是心中大快，爆吧，快爆死这个混蛋！只是可惜了我那神格碎片了，爆体而亡，区区一枚极品气血丹罢了，如何破我这在外征战了几年的圣体？一连吃下100来颗你才停止。你细细品味着从身体深处传来的变化，一股暖流正慢慢的渗透到全身各处。而此时的王正则是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他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竟然真的觉醒了荒古圣体，那可是圣体啊！当今大夏也就只有一位，而那位如今可是站在蓝星天花板的男人。而冷青秋此刻像是吃了10亿般，脸色很是难看。如今再怎么不信也不行了，除了圣体，没有任何一个普通人能吃下100颗极品气血丹还能活着的。不过他实在是想不明白，明明你上一世如此的废物。这时你缓缓呼出一口浊气，顿时感觉身上一阵神清气爽，力量时刻不断的涌上心头。事后你身上便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身体上更是有着些许污秽之物在慢慢渗出。王正顿时惊讶的合不上嘴，竟然是进入武者后才独有的进化，难不成腾儿你？冷青秋则是暗自摇了摇头，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晋升了武者？这是气血境独有的洗礼。饶是他也不禁暗自惊讶，气血
境之前还有3次洗礼，就算是前世的他也只经历了1次。而按照目前来看，你极有可能将这3次都完成，最后再经过武者的进化，届时你的身体将会变得毫无杂质，修炼的速度也会成倍的增长。王正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随后又将双手放在你的肩上，气血值竟然达到了30点。好，我儿王腾竟有大帝之姿。冷清秋本以为你现在肯定是一副骄傲的模样，可谁知你偏偏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瞬间让他破了防。装死装吧你！这时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随着门被推开，你的表弟王志平便迫不及待地开口：“大伯，宋家2小姐。”但一瞬间，声音像是被人给掐断了声带一样没了后续，只因王志平看到了一个永远不可能再看见到的人。怎么可能？王腾，他不是已经死在酒店了吗？王志平仿佛被扼住了喉咙一般，瞳孔瞬间皱缩，看着你脸上邪魅的笑意，他满是恐惧，但紧接着眼里便覆盖了深深的恨意。此刻王正见王志平突然没了后文，一阵威严不自觉地笼罩在他身上。你刚刚要说什么来着？到底发生了什么？王志平浑身颤抖着身子，额头更是冷汗不断，一边担心你揭发他的罪行。回家，主宋家2小姐在外面等您，说是要来退婚来着。一听到退婚2字，王正忽然爆发出一阵威严，放肆！婚约之事岂能儿戏？更何况这是先祖们从小就定下的娃娃亲。王正看向屋外的王志平，开口道：“此事是宋命提的，不是宋家家主，这一事都是宋家2小姐宋嫣然提出的，她现在就在我们王家大门口等您呢，还说是什么不见到您就一直站在外面。”王志平恭敬道，但是看向你的眼神充满了得意之色。本来他是打算求父亲将这门亲事转移到自己身上，现如今你没死，那他便要看到你被狠狠羞辱的模样。王正面容愠怒，就想要出去教训那小丫头片子，真是不像话。这婚约岂是他一个小辈能左右的？然而你却拦住了他，一个娇蛮无理的小丫头罢了，不配让爹您亲自去。我去会他。行吧，这婚约本就是你与他的，也应当你去处理。不过不管你做出什么决定，爹都会支持你。王家门外，宋嫣然脸上带着一丝倔强，眼里的傲慢显露无遗。宋家宋嫣然求见王家家主，坚决傲慢的声音响彻在王家大门前，引来无数京都子弟前来围观。听说这宋嫣然与那王家大少爷王腾有着婚约，我猜肯定是与这件事有关。谁说不是呢？听说这宋嫣然觉醒了 SSS 级异能剑心通明，而王腾觉醒的却是最垃圾的 F 级异能。我猜这宋嫣然很有可能是来退婚的。一时间众人议论纷纷，开始静静等待着一场好戏的到来。突然一阵吱呀的声音打断了他，紧接着宋嫣然便看到一人缓缓从里面出来。宋嫣然娇蛮的瞪着你，眼里尽是不满。你是谁？我要见王家家主。而你则是眼神放肆的盯着他。你就是宋嫣然，我的未婚妻。听言，宋嫣然瞬间就知道了你的身份，你就是那个觉醒了 F 级的废物。你给我听好了，我宋嫣然今天来是要和你退婚的。哗的一下，周围忽然寂静了下来，紧接着便瞬间沸腾了起来。我刺啊，还真是退婚，这下有好戏看了。王志平正恶毒的看着你，心中更是恨不得宋嫣然接下来狠狠的羞辱你，而你却丝毫没有在意周围的躁动，反而看着宋嫣然，嘴角露出一丝浅笑。宋小姐，你这么漂亮，叫那么大声，要是嗓子变哑，说话变难听，没人要你了怎么办？少废话，我今天来就是要和你解除婚约。宋嫣然忽然一僵，因为她发现自己那原本的清灵少女声瞬间变得嘶哑粗糙，给人一阵强烈的不适感。宋嫣然眼眸闪过一丝诧异，看了眼一本正经的，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这个废物弄的？不可能，他明明只有 F 级，肯定是我喊的时间太长了。王腾，如今你觉醒了 F 级异能，而我则是 SSS 级，若不是你是王家大少爷，你根本没资格站在这里和我说话。至于那婚约，你更是想都不要想。宋嫣然咳嗽了2声，她努力地调整着嗓音，让自己说得更流畅些。你看着她那张清纯的脸庞，发出枯木老人般的声音，就忍不住想笑。大家看到没？这喉咙可得好生保养啊，不然就会发出像宋小姐那样的蛤蟆声。王腾，你竟然敢羞辱我！你一个生下来就没娘养的废物，竟然也敢来羞辱我！想必你那未见过的娘也是个废物，所以才生下了你这么个废物。宋嫣然脸上长得通红，她还从来没有如此当众出过糗，愤怒已经掩埋了她仅存的理智。当她看到你忽然不再嬉皮笑脸时，一肚子的气瞬间就消散不见。这个废物果然是怕了。她冷笑着，接着再次昂起那雪白的脖颈。我宋嫣然也不是那种欺凌弱小的人，我给你1个月的时间，1个月后的试炼之战，你要是能击败我，这婚我就不退，不然的话你就得给我乖乖退婚。此话一出，围观的人顿时坐不住。谁不知道 F 级异能与 SSS 级异能有着天壤之别？你想要在1个月后的试炼之战中赢他，简直是痴人说梦。宋嫣然听着周围不断传来的声音，心里一阵得意，他就是要狠狠地羞辱你。谁让你刚开始让自己在众人面前出糗的？而你却并未开口，而是缓缓来到他面前，却只听得啪一声，宋嫣然忽然大脑一片空白，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你竟敢打我！一个女人对着她自己未来的丈夫辱骂不说，甚至还要辱骂她的丈母娘，就凭这一点我打你都算轻的。我不仅打你，我还要休了你，你这般娇蛮无理，根本不配做我的未婚妻。宋嫣然眼里满是震惊与愤怒，在听到你竟然还要休了自己时，她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耻辱，顿时气得浑身发抖，恶狠狠地看着你，随即手中便出现了一把长剑，直指你面门。我要杀了你这个混蛋！你摆摆手，淡淡一笑，无妨，2指足矣。说罢，你2只手指轻轻捻住剑锋，紧接着宋嫣然脸上便露出一丝诧异，因为她发现自己的剑是被牢牢钳住了一样，竟纹丝不动。怎么可能？他明明是个废物！宋嫣然满脸不屑，用力抽回剑身，顿时一股强大霸道的剑意不断地从他身上涌出。这时有人突然惊呼出声，不愧是 SSS 级剑心通明，好强大的剑意！宋嫣然再次向你举起剑，凛冽的剑意疯狂地肆虐着，不断地侵蚀着周围的空气。王腾，我不知道你服用了什么丹药才能接住我那一剑，不过你如果以为我仅仅只有如此的话，那我保证你接下来一定会很惨。你感受得到那剑意，心中忽地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不瞒你说，其实我也是见到天才来着。看着你一脸神秘的样子，
样子，宋嫣然眉眼满是嫌弃与厌恶。就凭你整天沉迷酒色的废物，还见到天才？少侮辱见到这2个字了。你无视了宋嫣然的辱骂，你盯着宋嫣然那凹凸有致的身材，贱兮兮的说道。说起这个，我还要感谢宋小姐你呢。如果不是因为见识了你的建议，我也没想到自己竟然真的有着极高的剑道天赋。这什么建议啊？刷的一下就领悟了。你刚一说完，不知是错觉还是什么，宋嫣然竟真的感受到，除了自己外，这里还存在着另外一股剑意。那股剑意似是与他同出一辙，但又好像略胜他一筹。正当他疑惑之时，眼角忽然看到你指尖竟然充斥着凛冽的剑意，这股狂暴的剑意瞬间席卷全场。他竟然真的领悟了剑意，凭什么？他一个 F 级的废物，凭什么看了眼自己的剑意就能瞬间领悟？甚至那股剑意丝毫不弱于自己。宋嫣然到心差点破碎，心中满是不甘，不愿相信这是真的。你身后的冷清秋则是愣在了原地，呆呆的看着你，不知道在想什么。大家看王腾手里的是什么？剑意？怎么可能？他仅仅只是看了眼宋嫣然的剑意，还真就刷的一下就领悟了。宋嫣然听着周围不断夸赞你的话，嫉妒与愤怒瞬间涌上心头，他再也顾不得一丝形象，眸子里带着杀意朝着你杀来。给我去死吧！感受着一股杀意袭来，你不慌不忙地感受着指尖跳动的剑意，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剑意的形状。不一会，剑意便有了形状，化为了一把剑，稳稳挡住宋嫣然的攻击。我刺啊！剑意化形，这怎么可能？他不是刚领悟的剑意吗？如此恐怖的领悟力，怕也只有我华夏那位剑圣才能做到的。宋嫣然到心彻底崩溃，他没想到自己竟然在最引以为傲的领域上败给了一个只有 F 级异能的废物。不可能，我拥有 SSS 级剑心通明都还没有领悟，你这个废物怎么可能领悟？假的，一定是假的！宋嫣然眼里杀意彻底涌现，身上的剑意也越发磅礴，手上的力道也越来越大。你不断的挡下他的攻击，颇为无奈的说道：“宋小姐，火气这么大可不行啊，气急攻心了怎么办？少废话，你这个废物我一定要杀了！”话音未落，宋嫣然就感觉喉咙里传来一抹浓稠的液体，随即便喷出一口鲜血。见状，你连连后退，扶了扶额头。哎，不是和你说了吗？女孩子家的不能乱生气啊！王腾，你个废物，就算你领悟了剑意化形又如何？我还有剑士，你有吗？说完，你就感受到了他体内的气血在不断的膨胀，甚至隐隐盖过了气血值已经达到了30的自己。剑士，竟然是剑士，不愧是 SSS 级异能，这下就算王腾有剑意化形，可能也不是他的对手。一旁有人出声：“剑士，那是什么？”剑士与剑意不同，剑士甚至更难领悟，因为剑士是作用于气血的，它能提升武者的气血值。按目前刚觉醒异能来说，气血值基本在0到10左右，但这剑士却能硬生生的将他的气血值提升到30甚至更高。此刻宋嫣然再次暴起：“王腾，如今我的气血值已经达到了35，就算你能剑意化形又如何？你根本伤不了我的肉身。”你盯着他身上的那股奇妙的视，眼里满是惊喜。这小妮子又给自己报奖励来了。你接下他的攻击，感受着从那剑身上传来的巨大力量，心中暗自惊奇。这件事竟然如此神奇吗？竟硬生生的将他的气血提高那么多。不过你目前气血值也有30，凭借着剑意化形，宋嫣然那狂暴的剑法竟一时奈何不了你。你的气血值怎么回事？这不可能！宋嫣然手上挥舞的剑都隐隐有些颤抖，她不愿相信你的气血值竟然只比自己弱一些。刺史知道宋嫣然在想什么，你一边优雅地化解着他的剑法，一边将嘴贴到他的耳边：“宋小姐，如今被你口中的废物如此羞辱，心里是不是在想，我一个觉醒了 F 级异能的废物，凭什么能如此厉害？”似乎是被人知道了心中想法，宋嫣然那高傲的眼神再也绷不住，眼里尽是委屈的泪水。其实说实话，我还是得感谢你来着，要不是你特地来为我展示了这2样宝贝，我也不会发现自己是一个剑道天才了。看着你脸上那自信又得意的笑容，宋嫣然心中忽地生出一丝不妙感，耳边就传来你的声音：“没错，我刚刚看了你的剑士后，心中不知怎么嗖的一下就似乎触碰到了剑士的门槛，随后一发不可收拾，竟硬生生领悟了剑士。”感受着身上渐渐传来的那股奇妙感，你忽然笑着对宋嫣然道：“嫣然啊，你说这奇怪不奇怪？难道我还真是个剑道天才不成？”说罢，你的气息不再掩盖，骇然出现一股与宋嫣然相似的是，身上的气血更是在急速的上升。宋嫣然脸上尽是绝望与迷惘之色，嘴里喃喃道：“不可能，不可能！”围观众人惊呼出声，大家感受到了吗？王腾的气血值竟然达到了60。宋嫣然手上的动作忽然一停，整个人忽然开始踉踉跄跄的往后倒。不可能，不可能！凭什么？凭什么你这个废物是剑道天才？甚至连手里的剑什么时候脱落了也没有反应，直到有什么东西唰的一下在他脸边飞过，宋嫣然这才抬起头，竟发现自己手里的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到了你手上。宋嫣然，我王腾今天便要休了你！说罢，一张大纸忽然出现在宋嫣然眼前，伴随着身后紧随其来的剑，狠狠地扎在了他的脚下。休婚2个大字映入他的瞳孔，尽管已经知道了是什么，但是他还是忍不住浑身颤抖，愤怒刚涌上心头，便被一股深深的无力感所代替。他竟然被一个废物休了，巨大的耻辱顿时席卷他的全身，他浑身开始剧烈的颤抖着，内心的自傲开始一点一点被打碎，身上的剑意也不自觉地显露出来，隐隐有着失控的痕迹。你皱了皱眉头，显然没想到这家伙心理承受能力竟然如此之差，看这副样子已经到了要走火入魔到心破碎的程度了。你刚想要开口说些什么，一股气息突然压得你不能动弹，一个中年男子突然从虚空之中踏出。王腾，就算我家嫣然退婚有错在先，你也不至于将他到心都打碎吧？宋家主，整个过程中我仅仅情绪过激扇了他2巴掌，除了这些我是一点没碰他呀。我想这点您也都看到了，你死死地抵挡着那股气息，坚决不让自己跪下去，口中也在喃喃低语：“我能扛住这种压力。”然而刚一觉得轻松，忽然一阵巨大的压力再次袭来，这次直接压得你喘不过气，额头的青筋更是爆得厉害。怎么回事？真理之言竟然失效了。
看着你就要跪下。这时空气中突然传来一声爆炸声，你身上的压力忽然间消失不见。宋命，你这老家伙这么长时间不见，怎么一来我这里就想要欺负我儿子？见王正到来，宋命也只能作罢，连忙去将宋嫣然的心神给封锁，同时心里也是郁闷的很，因为你全程还真没碰到过嫣然，唯一距离最近的就是将他的嘴贴到嫣然的耳边。但是如今嫣然这副模样又确实是这小子给害的，甚至差点将嫣然的道心都给毁了，而最后他还修理不了这个可恶的臭小子。看着嫣然脚下那张大大的休书，宋命心里更憋屈了。虽然这场婚约只是先辈们的口头约定，但是看到那休书后还是忍不住愤怒。紧接着他便查看起宋嫣然体内的变化，没想到脸色瞬间大变。糟了，道心为什么还在一点一点的破碎？此刻宋嫣然眸子里没有光，不断低语着废物废物什么的。宋命冷冷的看着你，正想要说什么，结果就看见你摇了摇头。宋家主，宋小姐只是自尊心受损了，一时间有些不能接受罢了。道心什么的不会破碎的了。宋命当即恼羞成怒，你放屁！没看见我女儿都被你霍霍成什么样了？王正，我女儿要是有什么事，我宋命一定。宋命话音一顿，突然发现自己女儿的道心逐渐平稳了下来，低头一看，便见宋嫣然不知什么时候晕了过去。宋命冷哼一声，在身后打开一条裂缝，别被我逮住你小子的把柄。宋命刚一走，王正就迫不及待地走向了你。腾儿啊，没想到你对于剑道这方面竟然还是一个天才，你真是给了爹一个大大的惊喜啊！你则是一脸嫌弃的摆了摆手，老爹啊，要学会沉得住气啊，不就是剑意和剑势吗？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吗？是，爹目光倒是短浅了，区剑意和剑势罢了，我儿可是有着大帝之资啊！王正不断狂笑，顿时引起一众京都子弟纷纷震惊。什么？王家家主刚刚说了什么？他说王腾有大帝之资？放屁！仅领悟了剑意和剑势而已，就妄想成为大帝，做梦去吧！王正不知道的是，因为他的一句话，明天你将会成为京都的头条。这场闹剧很快就结束，你被王正拉到房间里，又给了他一个储物戒，还说是王家最牛逼的心法都在里面了。离开房门的那一瞬，你就看到了王志平正低着头，眼睛却一直恶毒地瞟着你，你脸上挂着一丝笑，仿佛王志平不曾出现一般。青秋啊，天色已晚，乖乖回去做好菜，等本少爷回去享用。冷青秋虽然内心很不爽，但还是轻轻点了点头，看着你一副不在意的模样，王志平眼底发寒，心中愈发拿不定你的心思了。终于，他还是忍不住开口：王哥，都是一场误会啊，都是肖妹那臭婊子，一切都是他干的，是他杀的你，这一切都与我无关啊。看着王志平那副嘴脸，你脸上依旧挂着笑容。放心，那件事我早就忘了。志平啊，你大可不必担心这个，你现在最应该想的是该如何杀死我才对吧？王志平脸上突然出现一丝慌乱，不是的。紧接着你便来到他面前，不杀死我的话，你心里肯定会一直感到不安的吧？甚至整日整夜的都要担心我会不会杀了你，你说对吗？你嘴角挂着笑，在王志平看来却像是魔鬼一般的笑容，努力的杀死我吧，我愚蠢的表弟啊，这样才有趣啊！你放声离去，留在原地的王志平死死的咬着牙，手心都快要攥出了血，眼底尽是对你乌黑的恨意，而你则是在路上琢磨了起来。经过这么多的试验，你已经大致明白了真理之言的触发条件了。首先，真理之言不能凭空捏造不存在的事实，比如说自己有荒古圣体，因为自己本身没有与荒古圣体有着哪怕是一丝的联系，所以即便是真理之言也不能凭空将它变成荒古圣体。其次就是你发现真理之言的可承受合理范围似乎很大，即便是对剑道完全不熟悉，但是真理之言仍能替你领悟剑意甚至剑势。但是尽管是如此强大的真理之言，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也是一个摆设。你清楚的记得在宋家家主面前的那种无力感，不过好在有一个宠自己的老爹，现在缺的只是时间。你无比的坚信，总有一天就算是宋家家主那样的强者，也终究抵不过自己的意志。次日一早，你和冷清秋来到了一处看着非常气派的学府面前，你刚一进去就看到了好多熟悉的面孔，体型被缩小的宋宝蛋，不过比之前好像是大了些，又看见了些老熟人，比如王志平以及他身边的娇媚女子萧妹，那个不惜牺牲处子之身来杀死自己的人。你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了，并示意冷清秋坐在自己旁边。不多时，老师便来了，可他们却不知道，这位老师是一名有着特殊癖好的变态。大家好，我是宋希若，也是你们接下来1个月的老师。随后，宋希若简单讲了下基本的异能知识，并且对一众学生进行了心法发放。这一系列的基础操作完成后，宋希若脸色一变，好了，没问题的话，接下来进入实战练习。众人脑子里忽然蹦出几个疑问：什么玩意？实战？怎么实战？去哪实战？宋希若看着众人脸上纷纷露出疑惑的表情，脸上忽地绽开一丝笑颜。尽管那笑颜非常的绝美，但所有人的心中还是隐隐感到不安。随着你看到那幽蓝的眼睛里突然爆发出一道幽暗的光芒，紧接着脑海便袭来一股强烈的眩晕感。这什么鬼？你开始看到班里的同学一个接着一个的倒下，甚至连身旁的冷清秋身子也开始摇摇欲晃。你隐隐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于是便小声开口：我的精神力很强，区这种程度还迷惑不了我。说完，你顿时觉得精神一振，眩晕感也逐渐消散，甚至可以直视那双幽蓝深邃的眼眸。随着身边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很快便只剩下冷清秋和你，但是很快两人也纷纷倒下，只剩下你一人还在盯着那双眼眸。见众人纷纷倒下，宋希若脸上忽然露出一副与平时不符合的神情，那是一种渴望中夹杂着一丝病态的脸。他刚想要闭上眼睛，可是眼角突然发现在教室左边靠窗的位置竟然还坐着一个人。宋希若娇躯隐隐颤抖了一下，随后面色僵硬，视线缓缓往你那边移去。两人瞬间四目相对，一时间庞大的羞辱顿时袭上他的心头。他看到了，他一定看到了。你面色古怪地看着他，心中开始思索着他到底想干什么。可还没来得及思考，你就发现那双眸子忽然变得异常森寒冰冷。你看到了对吧？你刚想说话，顿时脑海里便传来一股剧烈的撕扯感，像是被人用手在脑子里搅来搅去一样。次啊，这疯婆娘乱发什么疯？由于我的精神力韧性很好，这疯婆娘对我造成的精神
身攻击不但没有用，反而让我的精神力更上一层楼。宋希若面色冰冷地看着你，眼神中散发着一丝淡淡的幽光。许是见你还未倒下，内心羞耻的同时也暗自有些意外。你疯狂地低语着，但奈何脑海中传来的刺痛与眩晕感越来越重，你最终还是晕了过去。整个教室只剩下宋希若一人站在讲台上时，他脸上再度浮现病态之色，缓缓闭上了双眼。再度醒来时，你发现自己似乎被丢入了野外之中，这难道是幻境吗？可从皮肤上传来的真实触感又让人觉得这一切似乎没那么简单。那疯婆娘到底想干什么？就在这时，周围突然传来一声咒骂：“哎呦我刺啊！这给我干哪来了？这还是京都吗？”你看了眼周围，40个人一个不差。再结合刚刚发生的事情，你认为这一切很可能就是那疯婆娘搞的鬼。就在这时，远处忽然传来一阵动荡，连带着脚下的地面也隐隐跟着晃动。未知的环境加上未知的恐惧，很快便有人吓得趴在了原地。我记得我刚刚不是还在班里吗？怎么一下子就来到了这种鬼地方？我们不会是被扔到了人类禁区蛮荒之地吧？恐惧的情绪很快便开始蔓延，空气中瞬间便弥漫着一股焦躁不安的氛围。你则是看了看周围俯下耳，一阵踏踏的声音直击灵魂。你隐约间已经猜到了什么东西在靠近。青丘，跟在我身边。闻言，冷青丘不情愿地来到你身边。不多时，一头野狼很快浮现在众人周围，乌压压的一片，开始慢慢向着你们靠近。是妖兽，至少有着不下上百头。我们真的被扔到了蛮荒之地。随着一头野狼低吟的嘶吼，率先便有人被吓得惊慌失措，开始往后逃。然而还刚跑没多远，众人就听到一声惨叫，紧接着甚至连异能也没用，就被一群狼给生生蚕食了。但同时也有人在危急关头发挥了自己的异能化险为夷，勉强抵抗着狼群。但是随着一个接一个的狼扑上来，众人便开始有些扛不住。忽然一位戴着眼镜的男子冷静道：“不对，这很可能是宋老师布置的幻境也说不定。”放屁，是不是幻境老子特么会分不清，老子的胳膊刚断疼得要死，幻境会有这么真实吗？听着一声声犀利的惨叫，再加上逐渐血腥的场面，先前那位眼镜男也开始有些怀疑了起来。难道说我们真的被送到了荒地里？此刻你默默站在冷青丘身后，青丘，保护好本少爷。冷青丘闻言当即白眼一翻，身上开始散发出冰冷的寒意，让那些狼群丝毫不敢靠近。冷青丘啊，冷青丘，没事的，还有1个月你就能彻底的摆脱这家伙。冷青丘这样想着，心里才得以舒服了些。如果不是因为如今实力卑微，而且还寄人篱下的话，他是一点也不想待在你这家伙身边，甚至是那什么杀神神格碎片他也不想要。不过好在只要等1个月试炼之战过后，他就能彻底的摆脱你这王家大少爷。你不知道冷青丘内心在想什么，你在思考那疯婆娘到底想做什么？难道这疯娘们有着什么心理变态不成？比如将自己学生给扔到蛮荒之地里，享受着被妖兽虐杀的快感。正思索之际，你却忽然听到有人在叫自己。此时宋宝蛋正开着巨大化不断抵抗着周围的狼群，奈何狼群实在太多，他的小脑袋上满头是汗。王少，若王少救了我宋宝蛋以后就是王少最忠诚的狗腿子。看着宋宝蛋无比诚恳的神色，你心里一阵冷笑，但脸上还是挂着一丝笑容。救你也不是不行，只是……宋宝蛋闻言脸上一喜，只是什么？我想知道你那里有没有随着你的身子变大，还是说和你的头一样奇小无比？你的声音很大，哪怕是正在和狼群厮杀的一些人也都转头看向宋宝蛋那硕大无比的身形。只是众人的视线先是往上，一阵哄笑之后又是往下。宋宝蛋见状，心中顿时一阵羞怒，他当即怒火冲心，竟丝毫不理会面前的狼群，朝着你冲了过去。王腾，我要你死！想杀我，那得看你面前的这些狼哥哥同不同意了。你身子这么大，一定会吸引很多野狼的吧？说罢，一些与其他人正在厮杀的野狼忽然间一同停止了动作，转而扭头看向了宋宝蛋，仿佛见到了什么美食一般，疯狂朝着他冲去。有人看见这一幕，突然一阵惊讶：“我刺啊，兄弟，你简直是我的再生父母！你放心的去吧，你死后我一定会给你烧香的。”宋宝蛋嘴角一抽，身子也僵了下来，看着朝自己冲来的狼群越来越多，眼看马上就要将自己身高3米的身子给掩埋。王腾，我死也不会放过你！宋宝蛋话落，被啃得只剩一堆骨头，场面一度真实，不得不让众人再次相信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场面一度混乱，很快狼群便开始再度厮杀而来，甚至比之前更为凶猛。但是你却丝毫不慌，有着一个保镖侍女在自己只需指挥便可。只是你总觉得有2道阴暗的眼神在盯着自己，回头一看便发现肖妹和王志平一同盯着自己，哪怕是直视他们俩，肖妹眼里的恶毒也丝毫不掩饰。只是王志平眼神开始闪烁，似乎想要掩盖什么。你观察到肖妹的异能是类似一种魅惑的能力，在她身边竟然有几只与她站于一旁的野狼，而王志平的异能则好像是召唤了一头狗，那狗看似平平，但却丝毫不弱于那些野狼。此刻一旁王志平眼神阴冷地看着被冷青丘保护的你，心中无比的嫉妒。妹儿，咱们把这些狼群都给引到王腾那里。肖妹眼珠子一转道，只是暂时魅惑一下应该可以的，只是到那时我会很虚弱，王哥哥你可要保护好我呀。随着肖妹脸上越来越苍白，那些狼群竟都开始往着你和冷青丘身边冲去。虽然那次不知为什么没能杀掉了这废物，但是这次我看他还死不死。另一旁你将2人的所作所为都看在眼里，心中更是一阵的冷笑，不就是区区100只野狼吗？青丘应该不用本少爷出手吧？冷青丘虽然对你命令自己有些不满，但眼里更多的还是对那2人的愤怒。只见他右手微微一抬，凛冽的寒冰缓缓浮现，围绕着他的手臂开始轻灵的跳动着。冷青丘轻挥手臂所过之处，便有着一大片狼群被冻住，仿佛摆件艺术品一般。看着这一幕场景，众人不禁倒吸一口凉气。如此恐怖的能力，恐怕也是 SSS 级的异能吧？更可怕的是，这女子竟然还是王家大少爷的侍女，那这王腾岂不是？众人忽然有些不敢想了。王志平此刻更是紧紧地握着拳头，眼里尽是不甘之色。王志平，我愚蠢的弟弟啊，这么快就迫不及待
待的想要杀了我吗？你讥笑着看向他，看到萧妹时又露出一脸贱贱的笑。这种被我玩过的烂货怎么被你当成宝贝了呀？身为本少爷的堂弟，品味只有这么低吗？萧妹一听他说自己是烂货，立马就急了。王哥哥，他说人家是烂货，你要为我做主啊！王志平本就难受，现在又被你提及这件事，心里一阵堵得慌，只觉头上一片绿油油的。王腾，今天你必须死在这里！他几乎下了狠心，命令着地狱犬攻向你，可还没碰到你就被冷清秋给轻易冻住了，还没来得及愤怒，忽然一只野狼就扑向了他。王志平脸色瞬间慌乱，手忽然往身前一推，正好将萧妹给推到了狼嘴边，才得以逃脱狼口。看着萧妹死前那灰白的瞳孔，王志平心里就是一滞，他是为了我而死，所以一切都是值得的，我绝不能死。然而还没来得及庆幸，身边再度出现更多的狼群，在他那一脸绝望之中全部扑向了他。很快狼群便再度吞噬了众人，整个班级就只剩下了你和冷清秋，还有之前那个剑眉星目的男子还在死死支撑着。你们三人很快就解决了这群狼群，正当准备进行下一步的时候，忽然一阵笑声传来，更多，还要更多。那声音变得越来越大，到最后甚至隐隐带着些许病态的意味。随着那道声音落下，你们三人就看到远处黑压压的一片正在向着自己的方向靠近。这时萧莫离忽然扭头对着你说道：“王兄，不如我们联手如何？”你看了看着这一片无穷无尽的狼巢，嘴角微微勾起一阵笑容，答应了对方的合作。另一个空间，宋希若正一脸享受地看着这一幕，眼里闪着悠悠的蓝光。忽然发现三人身上竟然只是沾染了一丝鲜血，醉着的神色忽然多了一丝不满，紧接着瞳孔深处忽然变得愈加幽蓝深邃，性感的朱唇也随之勾起一个夸张的弧度。有趣，这样才有趣啊！几乎是瞬间，三人感觉这些狼群似乎变得越来越狂暴，气血值更是突然凭空上涨了许多。你倒还是能应付得下来，手中的剑意一扫还是一大片。只是冷清秋和萧莫离明显感到有些吃力，虽然早就听说一般不是人能待的地方，但想着一会就要被活活咬死，还是有些不甘心啊。萧莫离忽然叹了口气，随后竟也不再抵抗，直接冲进了狼群，死前还笑着对你笑道：“王腾，我叫萧莫离，一会见。”冷清秋见状，索性也不再挣扎，闭上了眼睛。无数的狼群之中只剩下了你一人，你不断的控制着剑意，围绕在周围所有扑过来的狼群几乎是瞬间都被抹杀。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哪怕是你的体力再好，也有些撑不住了。虽然已经知道了不会真正的死去，但你也还是不愿意去接受死亡。我就不信了，身为一个穿越者还搞不定这些狼群！剑士，给我起！你怒吼一声，随后气血值便开始不断暴涨，硬生生的来到了60%。感受着身体上不断传来的力量，你的眼里甚至有些疯狂。来呀，疯婆娘，这么想杀我是吧？今天我就给你杀个够！你仰天大笑，随后便是一路横推，剑气所过之处便是一地的横尸遍野。在你接下来5分钟的虐杀后，这野狼群的规模竟肉眼的比之前少了一大半。你不断的喘着气，手中的剑意却丝毫没有停下，随意虐杀着这些狼群。宋希若仍冷冷的看着这一切，只不过在看到你每一次虐杀狼群时，身子都要忍不住颤抖一下，眼里更是时不时闪烁着一丝迷醉。可看到这大片大片的狼群都快被你杀完后，他的脸上也不禁有些惊讶。剑意化形还有剑士，那天的事果然不假，没想到竟有这样的天才，不过可惜是一个纨绔少爷。说到这里，宋希若突然笑了出来，眼里也渐渐露出一丝疯狂与渴望。这种纨绔少爷的话，虐杀起来一定会狠。他的娇躯忽然一阵的颤抖，似是想到了什么，不行，一定要杀了他才行啊！此刻你躺在被狼群的尸体堆积成山上方，大口的喘着气。这约莫有着1万只野狼，竟是硬生生被你杀完了，这让你都有些不可思议，整个身体更是累得不行。我的身体很好，特别是在战斗之后更是愈战愈勇。说完，你这才觉得好受了些，心里却是在想着那疯婆娘肯定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放过自己。果然，剑士才刚解除不久，周围便再次传来一阵阵狼嚎声。你咬了咬牙，再次开口：“极致的生死之战中，我的潜力也由此被彻底的激发出来，不仅是剑意，甚至于我身上的气血也都大幅度增长了许多。”刚说完，就有一头狼咬向了你的手臂，你吃痛一声，随即身上突然爆发出一股气势，直接将想要靠近的狼群给震飞。你忽然发现自己的气血值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39左右，而且甚至自己对剑意的领悟也更甚了一分，隐隐觉得快要触及到了那层门槛。你身上的疲惫感一扫而清，即使在面对着10几头气血值都是30的野狼也不是问题。可不多时，你的眼里彻底没了光，数万只气血值60左右的狼群正在飞速向你撕咬而来。挣扎了一瞬后，伴随着身体上传来的撕咬感，连带着对那疯婆娘的恨意一同被这一群野狼给蚕食殆尽。唰的一下，你猛地抬起头，便看到了无比熟悉的身影，一个脸上布满了冷艳却内心极度病态的疯女人。你眼里早已经没了之前对她的那种敬意。不仅仅是你，当所有人都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并没死的时候，他们不仅仅只是松了口气，眼里看向宋希若时也尽是恐惧，甚至还有的则是充满了无尽的恨意。宋希若目光扫了一眼众人，想必你们刚才也都经历了一场生死之战吧？在这场战斗中肯定也领悟了很多东西。台下的学生们面面相觑，甚至有人很想骂出声。想要成为一名强者的话，就必须时刻经历这种生死时刻，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你身体里的潜力。相信有很多同学应该也都感受到了自己的气血值有明显增长的痕迹，这就是一般独特的教学方式，同样也是我专属的能力。台下倒是有人发出惊讶，惊叹于自己的气血值确实涨了不少，但更多的却是不能接受这种教学方式。说实话，如果不是先前看到那疯婆娘脸上露出的神色，以及当时那无比残忍血腥的场面，你差点就信了。这疯婆娘绝对不单单是为了他们，更多的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宋希若淡淡扫视了众人一眼，最后看向了与你对视了3秒后，忽然开口：“下课。”宋希若前脚刚走，就马上有几个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一般，疯狂的向外逃去。去特么的失联，老子受够了！去当矿奴也不想去再经历
经历那种非人的折磨。你知道这人明天不会来了，不仅仅是他一个，与之有着同样想法的同样不在少数。恰在这时，那剑眉星目男子忽然来到了你的面前。你好，王腾大少爷。你眉毛微挑，依稀记得这家伙说过他的名字。你就是萧家的大少爷。萧莫离还以为是自己和萧妹有着什么关系，立马开口。萧妹只是我的堂妹，我们平日里不曾有过太多的接触。我听说过王兄与他有着一些过节。王兄若是需要我帮忙，我可以帮你。闻言，你打断了他，不用了，小角色罢了，掀不起太大风浪。王兄果然是人中龙凤，我萧莫离向来喜好像王兄一样的人才，还请王兄务必赏个脸。原来是这样啊，萧兄不早说，我这人最爱交朋友了。说着，你便握了握萧莫离的双手，紧接着悄悄靠近他的耳边小声道：萧兄，我看你似乎很了解我们这个班的老师。萧莫离脸上顿时露出一丝苦笑，不瞒王兄，其实宋老师的一些隐秘在京都很多人并不知道，但是既然王兄想知道，那说说倒也无妨。他忽然一脸神秘地看了看周围，又看了眼你身边的冷清秋，有些犹豫。见此，你再次开口：无妨，她是我的侍女。哈哈，不愧是王兄，想必王兄也猜出来了。宋老师呢？他心理上其实有些变态，传闻他非常喜欢虐杀妖兽，经常一个人跑到蛮荒之地，有人看到在他经过的地方，妖兽的尸体总是无比的残忍。久而久之，宋老师就被人冠上了可能心理上有着什么疾病的。但是我实在是没想到，他竟然将这种习惯给带到了课堂上。虽然这种历练确实能给人带来极大的突破，但是那种濒临死亡的真实触感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这时萧莫离向你叮嘱道：王兄，宋老师的事情千万不要和别人提起，特别是他本人。告别了萧莫离后，你索性也不再去想，只是有些担心这接下来1个月的修行，不会是每天都要像今天这般死一次吧？不多时，你们2人便回到了王家。然而来到内堂门外，你就听到里面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王正正皱着眉头看向台下这群长老，一个个都是严肃的脸面，心中一动，又看到了为首的大长老王雄眼里的笑，瞬间明悟了一切。王正眼里顿时升起一丝怒火，就听到王雄突然说道：家主，我们今天是来商讨一件大事的。他脸上露出莫名的笑意，看向周围的长老又说道：如今4大家族中本就属我们王家最弱，再加上一旁的方家一直对我们虎视眈眈，我王家本应该与另外2大家族交好才是。而我王家之所以能坚持到现在，全是凭借着与宋家一直有着联姻，这才让方家迟迟不敢有着什么大动作。可是呢，身为王家家主，竟然为了一己之心，将王家唯一与宋家交好的婚约给退了，而且还是为了一个只觉醒了 F 级异能的废物。长老们认为这合适吗？家主这是要弃王家于不顾啊！王正脸色阴沉地看着这些长老们演的一出好戏。可就在这时，门忽然被推开，在众长老惊讶的目光下，你则是淡淡的一笑。忽然有长老怒视着王腾：王腾，你不顾家族安危，擅自休了宋家2小姐，将2族之间的关系彻底搞破裂，你知不知道你已经成为了家族罪人？王雄嘴角冷笑：王腾，现在你只有一条选择，那就是去宋家当赘婿，给宋家2小姐好好的赔罪，这样方能挽救一下2家的关系。没错，不仅仅要去当赘婿，你差点为家族带来灭顶之灾，必须废除你的修为以示家规。王正怒吼一声，当即释放出一股强大的威压，我看谁敢动我儿子！